现在的社会，亚健康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很多疾病也越来越年轻化。那么，疾病是怎么来的呢？疾病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个人的心。佛法说，所有的疾病根源都是由于心病、贪嗔痴慢疑。比如，癌症之所以难治，是一些不良习性造成血脉中的毒，伤害了自身。一个人的心决定一个人的意念振动频率。戴维·霍金斯发现，凡是生病的人一般经常有负面的意念，他们喜欢抱怨、指责、仇恨别人，不断指责别人过程当中就消减自己很大的能量。一个心中无爱的人也容易生病。振动频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磁场。霍金斯博士说，很多人生病是因为没有慈悲心、爱心、宽容、柔和等，经常痛苦和沮丧。这些病人的振动频率常低于200，就容易得很多不同的疾病。振动频率高者能带来美好的磁场。研究发现，最高的振动指数是1000，最低的指数是1。目前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他看到振动频率最高的是700，它的能量特别足。这些人出现的时候，能够影响一个地方的磁场。当能量很高的人出现时，它的磁场会带动整个周围事物变得美好祥和。而当一个人有很多负面意念的时候，伤害的不仅是他自己，也让周围环境磁场变得不好。那么，振动频率不同的人有哪些表现呢？霍金斯博士说，他做过100万次案例，在全球调查过不同的人种，答案都是一致的。只要振动频率低于200，这个人就会生病。较高的振动频率意念通常表现是喜欢关怀别人、慈悲心、爱心、行善、宽容、柔和等等。这些高振动频率一般在400到500。相反，喜欢嗔恨、发怒，动不动就指责、怨恨、嫉妒、苛求他人，凡事自私自利，只考虑自己，很少考虑他人感受。这些人的振动频率就很低，这些低的振动频率也是导致癌症、心脏病等种种疾病的原因。霍金斯博士从医学的角度告诉人们，意念是不可思议的，意念即是能量，意念对人的健康有很大影响。日本大提琴家夏恩患癌后，试图与疾病斗争，但感觉越来越糟。他调整心态，决定爱身体里的每一个癌细胞。他使癌症剧烈的疼痛为叫醒服务，致以祝福和感谢。他发现这种感觉很好。接着他决定爱生活的全部，包括每个人、每件事。一段时间后，出人意料的是，癌细胞竟全部消失了。后来他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治疗师。这便是生命的本质，爱。疾病源自我们身体内在对爱的匮乏和缺失，而疾病也终将在无条件的爱和爱心中被清理和治愈。疾病往往也是一种提示，提示自己的心是不是生病了，或者生活上哪里需要改变一下。积极乐观的心态，多些正面的念头，以及一颗慈爱的心，是健康不可缺少的因素。除了慈爱的心，心境也很重要。人能常清静，天地悉皆归。心平静才能长寿。传统文化中讲的是中道、中庸，唯宁静方能致远。人这一生总是在找别人的毛病，能反观自照者不多。
只要我们能将心灵的垃圾清扫干净，并和命运就能扭转。有些人整天担心、着急、牵挂、盼望，各种心情都很多，这样的人就符合一个患者的患字，就是心老往上窜。今天担心孩子，明天跟这个人着急，跟那个人生气，跟那个担心，跟那个害怕。这样的话，就慢慢在身体种下了疾病的因果。实际上，所有的病都是在提示人们，该擦拭下自己的心灵了。心能生一切，心能灭一切，从哪儿生就应该从哪儿灭。心灵的清扫方法，就是不断地反观自照，审视和重塑自己的观念。不改变旧有的人生观是不可能觉悟的，不清扫自己的心灵垃圾，也不可能驱除疾病，更不可能扭转命运。修心就是控制自己的心情。人生的每一个心情都是一个心灵的暗箱，当我们不断产生各种负面心情的时候，我们暗箱中的垃圾就逐渐堆积上升，堆积到一大半的时候就得病了。当堆积满的时候，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。如果这个暗箱是空的状态呢，那么我们就成了觉悟者，这才是真正的长寿。比方说，有的人害怕过多，结果能怕出精神病；有的人气恨过多，招的是横灾。自我认识是觉悟的一种能力，谁能越多地找出自己的毛病，谁的觉悟能力越强。你找别人的毛病多，说明你迷痴的能力强。修道人不见他人非，只见自己过。越随和谦让的人，自己的空间越大，命运越好。所以老子说，圣人不敢为也。什么叫不敢为？一般的心情不敢生，不敢生气，不敢害怕，不敢不好意思。而俗人是敢为也，以为心情可以随便用，不知道心情是人生真正的能量。心情消耗完毕后，等待我们的就是疾病和死亡。心情是可以修改的，这就是反参。心情可以转化物质，把有些人的心情转化成癌症，有些人的心情转化成灾难。心情可以利万物化万物，心情能滋养我们，心情病了，身体才会病，身体是心灵的显示器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戏，难得糊涂是大智慧。我们要练的是一个淡字，淡字是3点水浇2个火，即炎症的炎，只有看淡了才能消炎。还有一个谈话的谈字，要想把病驱除，还可以把它弹出来，用正能量的语言来疗愈。谈和淡都是方法，驱除疾病、改变命运是由心来改变。现在很多人明明活的是心情，偏偏不修心灵，以为肌肉就是健康，这是大错特错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不让自己的心情直接安详快乐呢？要知道，我们就是自己心情的主宰者。大道自然，大道至简，万事万物都在大道中。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无处不在，无形无相。科学也叫规律，叫真理。正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常感悟，把感悟常带入生活中去实践，心境也会慢慢提升。比如回想一下，20年前跟别人的一场争执，如今有何意义？又比如10年前当个班干部或没有当班干部又如何？
我们今天为何不站在未来回想今天？今天就反观自照多好呢？今天我们站在80多岁的立场反观人生，很多事还会去执着吗？上天总会拿人生的不顺去考验一个人的心智。我们来人间就是来历练灵魂的，历练路上必然有很多关卡。如果通过了，余下的灾难就会迎刃而解；如果不通过，灾难就会不断的出现，来帮助这个人完成还没完成的人生课题。所以，心是非常重要的，可带来灾难，也可化解灾难。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，最束手无策的灾难往往是生死和疾病。生死由天定，但疾病的产生和发展可由心定。不管什么疾病都有因果，所有的因来源于心，心就是内因。医疗是外因治疗法，我们的心是内因治疗法，从根本上治疗，釜底抽薪。关键要找到对症的方法。什么性格，什么命运，性格和命运是一体的。很多人以为用心去爱人就是好，结果越爱别人，却越给别人添乱，甚至越爱对方越倒霉。圣人爱人用的是大心，不是小心。小心指私心和狭隘心，要用慈悲心去驱除这个心。其实到了最后，所有心都要放下，方能成空。爱恨不两边，才叫中庸之道。人是万物之灵，而心最灵。人的身体就好比是个计算机，看你输入什么命令，它就怎么执行。比如，如果一个人坚信病没法治了，这真的就没法治了。很多癌症患者为什么不能治？因为他接受了这样的程序，脑海里想着完了，治不了了，我要死了，这样他就真的命不久矣了。一个常常给负面指令给身体的人，如何能好命呢？实际上，人人都有一个具足的自信，他只听我们自己的，这个很灵。有的女人说，是男人都没好东西，那如何有好男人安排到你身边呢？因为你向宇宙发出的信念就是男人没有好东西，宇宙自然给你显化更多不好的男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。记住，担心就等于咒骂、诅咒。我们下任何结论都要谨慎，所以中庸的中字是口字上贴个封条，告诉你别乱说，先把嘴封上。取而代之的是应该输良心的程序，比如我身边都是好人，我吃亏就是福，这人对我不好就是要转运了，丢钱了是要来财运了。智慧的家长懂得让孩子练心胸，我们自己也得练心胸。人体这个程序应用很多，程序尊重我们自己的意志。输入好程序一定要平静，不能生盼望心，也不能生担心，因为盼什么什么不来，怕什么什么来。但现在很多人悟错了，问自己是不是不应该爱，答案自然是否定的。心情要平和，不能生执着的爱心，爱什么就被什么所伤，因此不能执着于爱。这里的爱指世俗之贪爱，并非广大无私的大爱。修心的人就是转命的人，很多高层领导人都是修心的人，他能忍。这里我们要学习一个词，叫反参。反身就是清除垃圾，时间倒流，收回失去的能量。平静就是时间静止，不染万物，
能量不外泄。反参就是更改固有程序，进而改变命运。这意味着你能把所有的挫折、打击、不顺、不如意、灾难、疾病等都变作好事理解，这样转命的速度相当快，且能治疗大量疾病。把小人想成自己的贵人，过去生怨，恨过别人，冤冤相报，错过了一次考试机会，这次冤家聚会，上天自然要重新考你一次，就是让你反省，越恨挫折越大。有个人工作特别卖力，被一个所谓小人挤下去了。我说，这个小人把你的命救了，你知道吗？他问，什么意思？我说，你工作那么积极卖力，天天操心负责，他要是不把你蹬下去，你就将得心脏病，死于工作岗位。只有用挫折打击来堵你，让你把对工作的执着心放下。其实伤你也是爱，有的人离婚后知道，以前的丈夫那样待我是为了让我对爱情不那么执着，开始轻松地知道关心自己了。这辈子老是关心他，越关心越伤心。现在上天让我学会关心自己，找平衡。这不就是爱吗？这是上天用恶带给你的善。吃亏是给未来积福，领悟吃亏是福的道理，要看你在挫折面前是否平静，越平静，灾难越小。如果你在挫折面前怨天尤人，挫折只能越来越大。挫折是有灵性的，它最怕平静，最喜欢较劲，越较劲，挫折就越往上滚。你要害怕挫折，它就更加猛烈的到来。过去，出家人化缘不是为了要钱，遇到人家骂他，他欣然接受；遇到人家恭敬供养，也平静对待，心如如不动。这就是在修心。当一个人心修好了，灾难和病气自然远离你。有些人得病是前世今生积累的因果病，修好了心，就能好好解除这个因果。感谢你耐心看完这个影片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祝福大家常清常净，身体健康，百病不侵。欢迎大家订阅频道，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分享，功德无量。